你以为自己在与世界相处，其实你始终走不出自我的牢笼。每一次靠近都是一次幻象的叠加，每一种关系不过是自身欲望与恐惧的投影。众生只是你的镜像，万物只是你的背景。你追问、连结、渴望理解，却从未真正离开过孤独的自我。人与一切的关系本质上是自我的流放与追逐。幸福是偶然的幻影，和解只是短暂的自我安慰。你能抵达的始终只是自己。人们总以为在亲密关系中失去了彼此，其实他们最早失去的是自己。你以为你和一个真实的人相爱，建立亲密关系，走进婚姻，但从一开始你就从未真正了解他是谁。你爱上的只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他，是你未解决的童年创伤，是你无法面对的内心恐惧，是社会告诉你的所谓完美伴侣的影子。你从未走入真实的关系，你走进的是自己制造的幻觉。他不是他，是你心中的投影。你也不是你，你只是这个制度所分配给你的角色执行者。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，揭开关系中的幻觉。在每段亲密关系里，我们总有一个错觉，我很了解他，我知道他是谁。但真相是，你只是借他的样子看到了自己的欲望和恐惧，因而第一次在镜子中认出自己，便陷入了一生的幻觉。他以为镜子中的倒影才是自己。你在爱情中也一样，把伴侣当成一面镜子，试图通过它确认自己的价值。你爱上一个人，可能只是因为他给了你一种你渴望却从未拥有过的感觉，比如被理解、被保护、被肯定。但这些渴望背后隐藏着你深深的恐惧和匮乏。你渴望被理解，是因为你从未真正被人认真倾听过。你渴望安全感，是因为你的童年世界曾经崩溃过。你渴望掌控，是因为你曾经在无助中挣扎。你根本没有看到那个真实的伴侣，你只是在完成你未完成的心理剧本。我们走进婚姻，以为自己做了一个自由的决定，但婚姻从来就不是为了自由或爱情而设计的，它是人类文明最精巧的制度之一，目的只有一个：驯化个体，让你乖巧地融入社会秩序。你从一个人变成了丈夫或妻子，你的价值只在于能否扮演好这个角色。你被要求稳定、照顾、付出，你成为了维系家庭运转的一枚零件。婚礼不是浪漫的开始，而是签署了一纸约束，正式宣告你同意被制度化。你被要求忍耐、包容、不离不弃，却从没人告诉你该如何自由，如何成长。我们以为自己追求的是自由，其实我们选择的是更加隐蔽而巧妙的束缚方式。婚姻就是这样一种束缚，它不再暴力，而是温柔地说服你主动戴上镣铐。你有没有察觉过，在亲密关系或婚姻中，你越来越容易感到愤怒、委屈或麻木，你越来越懒得去沟通，你越来越觉得对方根本无法理解你，你越来越像是在扮演某个角色，而不是在真实的生活。心理学称之为习得性麻木。你为了避免冲突，维持表面的稳定，逐渐丧失了自我觉察，变得像一个关系中的机器人。你不再思考我真正想要什么，而只思考我该怎么做才能不破坏这段关系。真正的麻烦不在于你的伴侣是谁，而在于你早已忘记自己是谁。唤醒伴侣之前，你必须先唤醒自己。每当你感到对伴侣不满或期望，停下来问自己，我真的在生他的气吗？还是在生我自己未完成的愿望的气？看透婚姻不是什么神圣的结合，而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，目的只是要你听话、驯服、融入。你和伴侣之间需要的不再是陈旧的沟通技巧，而是对关系的重新定义。你们究竟是互相成全，还是互相消耗？你们是能共同成长，还是互相绑架？真正成熟的关系不是把彼此捆绑在一起，而是允许双方自由成长，不要求一定同步，不要求一定相似。关系不再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，而是共同成长的舞台。你们能否利用彼此的差异和挑战，共同变成更真实、更强大的自己？你能独立的存在，而不依赖对方的认可。你能坦然表达真实感受，而不是讨好和妥协。你们能真正的互相理解，而不是互相审判。你们能在关系中相互激励，共同进步。你们的关系不仅是角色互动，更是一种灵魂层面的连接。只有如此，婚姻才可能是有意义的，否则它只是一种消耗和牢笼。你不是为了扮演好配偶来到这个世界的，而是为了成为你自己。你们不是彼此的救赎，也不是彼此的问题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